关键时刻，我们常说现在习近平叫做内忧外患，外患当然就是美国。对于内忧来说，习近平最大的痛就是经济，经济里面是什么？就是内卷问题，他一直想解决这件事情。你看他最近做了什么动作？这是国家的发改委，他说推动整治内卷式的竞争，什么意思？他把所有的国企找来，各位啊。别内卷了，别再内卷下去了。甚至北京日报直接讲，你莫让降本最终变成卷死供应商。话都讲到这个地步的情况之下，最讽刺的是什么？你看到这是财富的中国500强的排行榜。天哪，名气第一是谁？就是京东。我们前几天才讲，京东在这一次中国的外送市场里面杀的跟什么一样，包括它跟美团，包括它跟饿了么，强大的补贴卷的跟什么一样。但是卷到最后，它依然是企业500强的名气第一。所以思聪，这代表一件事情：卷有用，卷越卷越强，卷你习近平你挡得住吗？对，没错。那前一阵子我们在讲嘛，中国的这个外卖这个市场，包括说饿了么、京东啦、美团，哇，他们都零元购到什么程度？购到大家都把这个饮料店都卖回去。你看这种所谓外卖大军在中国街上跑来跑去，中国就觉得不行啊，你这样子，你不但这个厂商赚不到钱，你平台也赚不到钱，不要卷了，外卖小哥也赚不到钱，不要再卷了，卷的大家都死嘛，对不对？大家都死。可是问题是，赵我跟你讲，卷虽然可耻，但是有用。为什么这样说？你看，他们一直卷。你看，连这个《纽约时报》都说什么压价内卷、加速通缩、中国企业过度竞争的恶性循环。谁说恶性循环啦？为什么这样说？你看京东不是也是跟他们卷吗？对，卷。最新公布了中国这个500强的排行榜，富豪就是中国500大企业里面，人家可是卷到变成是名气的第1名，太厉害了。所以我就说卷虽然可耻，虽然会流血，虽然觉得说很不光彩，但是我卷到变成这个中国名气第一啊。那当然，你现在政府叫我不卷，赵和你觉得有可能吗？不可能啊！我一定梦寐这个第一，我都卷到我名气第一，你现在叫我不要卷，对啊，我还不知道我要怎么做了。我都准备要把饿了么、把美团打死，我怎么有可能会不卷呢？所以你看，虽然官方一直说，你看发改委把他们都找来说啊，不要再卷了。那北京日报也说，这个莫让降本最后变成卷死这样一个状况。但问题是，有可能会打破这个魔咒吗？不可能。所以我就跟你说，卷他们还是要的。虽然官方一直叫我们说不卷，不要卷了，但是好。官方你说不要卷，我可能就休兵了几天。但是呢，等到官方没有注意的时候，这种内卷又会重新再卷起来。好，所以现在京东是什么？现在虽然习近平说什么不要再卷下去了，对，但是现在外界流传一个口号，这口号是什么？京东一出，对，所有都是寸草不生了。没错，好了，你说不要在中国卷嘛 ？OK， 那现在京东就说好，我们短期休兵，我现在卷到什么地方？卷到香港去了。等一下，卷到香港。对，好，那看这最新的这个资料，你看京东收购了这个家宝。家宝是谁？家宝事实上是在香港的一家所谓大型的连锁超商。那他来了之后呢？赵和，你知道吗？现在整个这个香港里面的零售啦，还有这些业者都踹了蛋，网络跟零售也踹了蛋。为什么踹了蛋？你知道，事实上这个家宝呢，它有90家的这个分店，对，它是平民超市。就没想到他收购它之后呢？如果以他在中国内卷的这一套呢，搬到香港来之后，香港势必呢也未来的超商要开始内卷了。为什么要开始内卷？等一下，你说内卷是跟这个画面一样，对，这是一个大抢购。对，为什么？我们就说过去香港我们看到他们买东西都是很规规矩矩，对，这是出现什么？这就出现在京东旗下的超商，它叫七仙。七仙，你看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抢？你知道，因为他们有一个规定，就8点以后呢，我这个今天的东西呢，可能快要过期，我就打折就开始卖。那开始卖的时候，你看大家都开始拼命抢，这个画面很惊人对，而且我根本觉得他根本不知道他抢到的到底是什么，不管你到底多少钱，我先抢再说。不管啦，先抢再说。为什么要先抢再说？你知道他们原本是说我们晚上8点打折，8点打折的时候，赵很，你知道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幕，他们什么？他们准备快要到8点了，对不对？到8点的时候，你看他们每一个人都在看什么？盯着这个所谓的改价格的这个人员，他可能要开始改价格嘛。改价格的时候，他们要开始贴这个标签，然后他们就一直在盯着他之后，然后他改了之后丢上去之后。马上他们就抢了，一贴上去，马上就抢了，马上就抢走了。这个我要，这个我要，然后就贴，然后就抢。那你知道这些所谓的贴纸的店员都觉得很尴尬，我一贴上去马上就抢，一贴上马上就抢，大家都混乱不堪。就后来他们就改什么？为了说，原本是8点以后打折，现在就说啊，不要，我们不要这样。他们变成是早上10点开门的时候，我们就卖昨天的打折品。
那你知道，你看这个是什么？哎，铁门都还没拉起来，然后全部都冲进去，你们就迫不及待就冲进去，开始这边抢昨天的这个价格，他们去找那个昨天价格比较便宜的，全部把它扫回家。所以呢，这就是发生在中国的期限。那这一套呢，未来会不会带到这个家宝、香港家宝去？当然会嘛。所以我就说，目前为止来说，很多香港的超商跟很多零售通路呢，现在都抓了蛋。好，那为什么抓了蛋呢？我就讲，除了它这个大家都抢，好像抢面积的这个状况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知道，京东它旗下的期限说什么？我要永远比对手的商品要便宜10%。就是你卖多便宜，对我都比你低10%。对，我就要求比你低10%。他真的要血流成河的。那你说，那厂商为什么要配合？因为很简单，因为它是市占率最大。如果我没有打进这个市占率最大的公司里面呢，我就完蛋了。所以厂商都会配合它。那你看，是让我们举个例子，这是这个蓝莓。蓝莓来说的话，你看它在中国一箱160块台币，对，然后它在淘宝上面卖的话，一箱是306块台币，这个其实比较合。这个淘宝我觉得很 OK。那在台湾当然我们比较贵，我们卖468，你就知道说，你看它的价格破坏力这差太多了。淘宝跟这个比好，160跟306。对，那你试想，如果这个160能够卖到我们台湾的超市来，那还得了？所以我就说它的价格破坏力道太强了哈。那么譬如说我们来举这个小黄瓜为例，对，小黄瓜约莫有3条小黄瓜，那台湾1公斤大概卖150块，对。然后在这个一般的这个香港的家宝超市来说的话，1公斤大概是卖60块台币。那在京东来说，1公斤才卖16块，不是，这太扯了吧？对，所以你看他如果台湾1公斤150块台币，他那边1公斤16台币，他是卷成这样，这个哪是10%啊？对啊，所以我就说，他如果进到香港，你看这个家宝的这个60块打得过京东的16块吗？当然打不过嘛。所以我就说，他的这个内卷到香港之后，势必会引起香港民众的对价格完全的颠覆。好。那么就说，那因为这是实体通路，我们讲啊，京东不是就是个网络购物商城吗？我们要比网络的好，我们现在就在比网络的这个状况。我们一般都以为说，这不是有个最便宜的拼多多吗？对，拼多多不是大家都可以一起拼团，然后价格应该更低啊。所以理论上来说，很多人都认为说，拼多多又拼2线城市，它应该是价格最低的。可是我们去网络上找出几个产品来说，不一样我们直接看这是在这个别的商城里面来说卖1999，这个类似是这个电子手表 Apple Watch。对，那你看我们看这个才卖1649，比你那么多便宜了300多块。好，这就是京东里面的这个状况。好，那我们再看，如果而且这300多块是人民币，对啊，300多块等于是台币大概1500。1500啊，所以便宜这么多，才1500的。对，好，那为什么他要这样搞呢？正好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中国的财富的2005的前500大的企业，对，前500大企业，我们就说前500大，我们给大家看全中国的前几大啊。第一名是中国电网公司啊，其实这些都是所谓的中国的国营事业，一直到这个地方，出现台湾，实际上台湾的鸿海是第6名，但是台湾我们不要让它算是中国的企业嘛，对，然后包括说你看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股份，然后中国中铁公司出现了京东。所以就说，你看，除了鸿海公司跟中国的国营事业之外，它真的就是民营第一啊！对，民营企业第1名啊！你看卷到变成民营企业第1，所以真的是越卷越强。京东，你看它营收达到1610亿美元哦。对，它现在什么第10名哦？如果扣掉像，但是什么？它不满足，当然我要更多，我要更多。今天所谓的零售，所谓什么超市，我才不在乎。对，我要去攻城略地了。对，没错，它的这个现在说法就是 more and more， 我要更多。好，你看，所以今年的京东，你看外卖也开始嘛，然后酒旅、医美、短剧、AI、机器人，全部都要进去，所以未来这些领域都会面临到它非常大的这个压力。它甚至还弄了一个这个交通运输的这个部分。所以呢，它现在最新的进度是什么？它跟比亚迪合作。对，那你想说，刘强东，你跟比亚迪合作要做什么呢？因为很简单，比亚迪的车现在是可以在京东卖，但问题是我不是只要卖车子赵尔，你知道他卖什么吗？他卖售后服务，卖零组件，他卖你要维修，我都可以来跟你说。我想你连这个都卖，所以你看他连这个都要抢。那这个都要抢的话，当然对很多厂商都会形成非常大的压力。这太可怕了。对啊 ，AI 机器人，是外卖，你看连这售后服务，燃油保养，然后漆面啊、快修啦、汽车这个洗车的。我刚刚已经讲了京东一出，寸草不生。结果你还往其他领域去杀，所以你知道，事实上现在很多厂商都压力非常大。好，那我就讲嘛，现在。所以中国官方当然就要出手嘛！你看他们国家市场监管的这个总局就说不要这样子啦，要求外卖平台你们要企业你们要理性的竞争，不要再这个样子哈，不要这样子好不好？他就说了，他们的官方的说，这官方的文件他说什么？
有奶茶店这个坦言说，一天把半年的库存都卖光了，然后这个外卖骑手收入激增，然后消费者乐得抢购这样一个状况，所以他们就开始，那就要求什么啊？不要零元购啦，然后大幅的这个不要免单的这个范围啦，然后成立专项的工作，加强这个监督啦，然后还有这个强化社会监督，所以等于他们有非常多的这个政府有非常多的这个措施，要求外卖平台做嘛，哈。正好我跟他讲。这真的是消费者之福啦！你看，我们就这个网络上就有人打开了这个一个网友的冰箱，一打开之后，赵你仔细看，好几杯手摇饮，都是手摇饮的。你看，这是瑞幸咖啡的哦，星巴克的哈，然后什么后椰乳，然后一大堆，你看都是手摇饮的。那为什么这样说？你看，因为他们太便宜了嘛，反正我就叫过来，不用钱啊，25减25。那你看，他说这场商战什么时候结束啊？越久越好，因为他的这个冰箱里面全部都是饮料。好，那我们就讲，除了全部都是饮料之外，我刚才不是说嘛，他们要继续的杀到什么程度？机器人对 AI 我也要。最近黄仁勋不是到中国去了吗？到中国去的时候，他说什么？我最看好未来机器人的发展。就那机器人的发展一发展之后，你看最近京东还有美团，他们说我们要开始狂扫这个机器人的投资，未来搞不好机器人会让我们的生活改变。虽然他们继续又卷到什么地方去？又卷到从刚才的这个外卖之战。这个所谓食品之战、商品之战，现在又打到机器人，所以来跟你说，这种内卷之战会不会结束？当然不会结束，因为我跟他说，既然内卷可以卷到全中国第1名的时候，赵尔如果是你要不要卷？当然继续卷到变成中国第1，然后打趴所有的对手为止。所以说这场流血的这个割血战绝对不会在短时间之内结束。所以他今天已经卷到什么样的程度？你看他今天京东人形机器人的投资表哦，你看到1、2、3，甚至什么智源机器人，是他今天就算赔钱，对，我也跟你打到底。当然啦，那京东你投资的话，我美团要不要跟着你？就跟啦。所以他们现在等于是你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反正你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拼命的卷，你卷我也卷，这样大家都卷。虽然说这种疯狂的内卷的行为来说，至少在1、2年的时间是不会改变的。宇轩，我们常刚讲一件事情哦，他说现在京东已经要卷到香港去了，卷到香港去之后，香港真的叫做剉咧蛋。为什么叫剉咧蛋？我们过去去香港都有一些经验，就是香港的服务生脸很臭，脸真的非常臭。但现在很多的这种 YouTuber 或者是食客去的时候，不对哦，臭脸已经变笑脸了，因为你不笑脸迎人，真的要被卷翻了。至少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的也能使香港人哦面带微笑的为你服务。他说：“你看，香港的饮食需要你帮忙啊，我送你一包啊现炸的这个鱼皮啊，很好切的啊。”变得这么友善，还会送东西，我从来没有想过。你去香港吃饭，他会跟你双手合十，跟你拜托 please， 他会送你东西，经理看到人来还跟他打招呼。所以，各位，这是最近中国网友讲哦，说去年去香港也是对服务态度大改观，因为现在人没有以前多，蛮推荐去旅游的。而且大小餐厅呢，我们讲以前10年前真的都用甩的，各位是真的没有在黑香港人，因为我大概10年前、15年前去。他们真的就是用甩的，我都觉得他们神乎其技，你知道吗？比如说我那时候去跟他们叫那种我们讲多士嘛，对，他们最喜欢吃的那种多士嘛，对不对？他的射飞盘，你知道吗？射飞盘，真的啦，他就走过来，然后啪，然后这样飞过来，滑过来给你的。你不要想象说他还会这样好好的跟你这样子，他跟你结账，反正一直翻白眼，就不知道为什么一直翻白眼，然后一直不耐烦。我想说，我到底做了什么？我这吃个饭，我到底做错了什么？而且我以为说这只有这家店家，不是。我那时候待了2天，2天都在不耐烦。我说香港人到底有多不耐烦？所以到现在都没有了，好不好？各位，我们帮香港人洗清他们的这个污名，他们现在改观了，都改变了。但我现在要给你看以前的嘛。OK， 曾经呢，我们讲这是一个皇家居最爱的一家餐厅，叫做油麻地美都油麻地美都餐室，就有一个女子去我们讲差点没哭出来。你知道为什么现在没画面吗？因为她就拿起手机来要去记录而已而且她说这个菜单她上错了，说我不是点这个，就马上男店员就来就拿，快点啊，停下来，你拍我拍啊，来你买吧我不考验，不要再做啊！一直对他痛骂，然后就硬要把他轰出去，那甚至是有人而且我想这很奇怪，因为本来有一个女生然后坐下来，本来那个服务生态度都还好好的，对不对？就没想到服务到一半这个女的做错一件事情，她不应该开口。对，她一开口之后听到普通话，马上香港人就受不了，白眼翻起来了。对啊，而且你看到她只是问她说，你们这边有这个汤有什么？她说还有喝的啊，那有汤还有喝的啊。她说我不知道有什么喝的啊。
啊对啊，就还跟你讲还有喝的了嘛，就都有送啦，不然你要怎样啊？你要怎样呗？就跟你讲都有送啊。然后就我想这女人就傻眼，她想说我只问你有什么而已，对不对？因为问重点是什么？为什么要翻白眼？她一讲普通话翻白眼，所以你看包括这个服务员也是一样，他只要问他说你们这边有没有什么推荐的，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就没有想到他马上就跟你讲说我都没吃过，我都不想用哦，你要自己慢慢想啊，喝的就你自己看，你什么都自己看。不知道，我跟你讲他是刻意的啦。就是说，他们遇到这种讲普通话的他其实本来可以跟你介绍的，他就懒得理你，你知道吗？我不知道说各位，这是他只是问他说，你要不要推荐我什么？你有没有吃过什么？他说我从来都没有吃过。你不是店员吗？所以照他就是在敷衍嘛，他就是不想服务他。现在的香港人已经不是过去的香港人，现在的香港人呢是会推荐你菜单，会跟你呢非常良好的介绍，会在旁边守候你，而且呢甚至还会加码送你食物。变了，所以很显然。有钱能使鬼推磨，没钱能使香港人微笑。不是，我们刚刚特别讲到，现在中国内卷到，你可以干到名气低，但卷到最后是什么？表示你的经济非常差。过去我们有谈到一个企业叫做新康佳，它根本就是个老鼠会，它就是一个多层次的行销，把所有钱呜的一下全部都卷走了。对，结果现在搞一个新康佳的2.0，这谁？这是林怡的速拍也跟着爆雷到之后怎么样？我们看那个画面，每个地方都在维权。是啊，你现在看到真的就是人吃人的社会。什么叫人吃人的社会呢？这些人被骗了哦，被人家用多层次的传销给把所有的积蓄都骗了。他们来希望说，哎，还我钱。你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7月21号，有大批的投资者跑到了这个速拍易购的总部前面哦。他们呢就是说，哎，你还我钱来，这个夯不啷当加起来在上百亿的一个都投资款全部都被吞了。哎，这人你看到他直接把车道完全都占据，结果全部都塞车了，全部都塞车。然后你知道吗？哎呦，现在时机不好，有的人几十万，甚至有被骗到上百万。你说他们下半辈子都没了，他们气不气？他们当然气。所以呢，就爆发这些相关的冲突。你看他们就围着，他们就说：“哎，你给我一个交代啊！”就在投资者就在大楼内跟这些特警进行一个推挤对峙哦。那你就会发现人越来越多，甚至把整个的道路全部都塞满了。那特警跟警察围群的人墙，而且甚至警告这些投资者，你不要靠近哦。结果后来惹得这些受害者大骂：你们公安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要镇压我？我们才是受害者，我们犯法了吗？你们到底是帮好人还是坏人啊？就形成这样子，大家会想说我已经被骗了，结果我现在还要被你警察来这边镇压，到底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哦？所以整个事件你就由此可见，加害者所谓的刚刚提到的速拍易购哦，真的背后是大有来头哦。那现在大家想说，为什么会这样类似的情况不断的发生哦？那现在我们就发现这人是谁？原来他们这个一个创办人叫王少庆哦。这王少庆你知道怎么样吗？他人根本已经在国外了，然后他跑了。他在国外，他隔空，他跑了，然后结果画面当中一大队警察跟这个维权人。根本跟打起来一样，而且我跟你讲，你这些维权人，你在这边挤，你打到头破血流，你打到真的是把你的命都拼了都没有用。为什么？因为创办人直接告诉你，我不仅人跑了，我钱也跑了。他在国外爽啊，而且还直接给你呛瞎。你知道讲怎样吗？他竟然说，我告诉你，我现在人已经在国外了，每个人智商跟他财富是相匹配的，因为你们的财富跟你的智商不相匹配，所以呢，我帮你匹配一下。我只是拿走不属于你们智商的财富，希望你们能感谢我、感恩我，你们要铭记这次我赐给你们的教训假狼告高你把我的下半辈子的钱都 A 走了，你还来羞辱我所以他今天给这个所谓的速拍易购客户一封信，跟我们之前讲这个新康佳黄鑫。他这个黄先生讲的跟一模一样的一个版本，吓死了。其实根本就是一模一样。你看到他说，我只是拿走你们不属于你们、符合你们智商的财富，希望你们感谢我、感恩我，你们能铭记这一次我赐给你们的教训。结果2.0就出现了，2.0的羞辱就出现了。我跟你讲，而且我都怀疑他是用他的台词，因为他下面还写什么呢？他除了讲那些说你们要感谢我之外，他说我其实看他们如此痴迷的时候，我内心是不忍心的。但是人生总要面临悲欢离合，我在这里敬你们一杯，希望你们可以通过这次的教训长点记忆。
你把人家吃干抹净，连骨头都吞了，你还要敬人家一杯。所以我跟你讲，赵和这几个加害人，这几个吸金的，这几个老鼠会的会头，他们这个意思其实告诉你，我喜欢你要拿我怎么样？对，代表他们后面有人。现在被他爬说出来。他后面真的还有人，还不是只有他而已。你看包括他曾经接受过央视的一个采访，然后呢，他是临沂市的一个共产党优秀的共产党党员。你是共产党党员，然后你又接受央视的采访，就是国家帮你挂保证的。是，而且呢，那个数派异构接受央视的时候还信誓旦旦说什么？他说要为国家和人民做出贡献，要促进经济繁荣，实现共同财富。共同财富应该是你让我一起像你一样那么有钱，结果他是把我所有的钱变成是他的钱啊！真的哪门子的共同财富？所以你跟你讲，他除了这个，他可以上央视，他可以这样挂保证。很多人有多少人，就是因为你上央视，你上了国家的电视台，所以心里想说不会吧，你不会做这些肮脏事吧？结果没有想到，换取了一个千金换回一个教训，就是央视也会掩护这些人干尽肮脏事，所以他们就心里想到，现在所有开始慢慢爬书啊，所以就发现说，他们还有什么曾经获奖无数，有没有太夸张了，连到去年都还在获奖。去年获得了什么奖？他说临沂市罗庄区2024年的重点专案人家还连那个市政府都感谢他的一个对经济的一个贡献度。2024才获奖，然后你2025你就卷走这么多钱，对，然后甚至还有很多这种公安部的直接到你的晚会上面去帮忙你站台，结果。你这是骗的，所有人都在帮你护着你。我问你，如果你今天是一个老实人，你看说，哎呦，他上的是国家的电视台，哎呦，出席他这个相关的会议，所谓的发表大会的，全部都是我们这个市里面的公安，谁会把他跟非法犯罪吸金集团挂上等号啊？真的，结果没有想到，他就是这个好像办喜事一样，结果事实上他就是把你吃干抹净。那人家现在就会觉得说，你这样子也太过分了。果然被人家发现什么？你包括公安啦、商务啦、市场这一些多方研究，他们一直到现在才拍板定案，说对了，他可能是所谓的非法吸金。你现在才说他可能是非法基金，甘美虎，我跟你讲，人家这一些被他吸金的人就开始说什么，不对我可投资你很多钱既然你现在官方定调他是非法基金，那你把钱还给我，你就把钱还给我。没有想到他们换回来一句什么样的话呢？你要来要这些钱吗？不好意思你这些钱也不是不可以啦，但是呢，用户账户余额的10%强制转入新平台文气通。什么叫不对呢？我比如说赵和，我100万被你吸走了，我跟你讲说，你现在还我，我不要加入了，我不要加入这个老鼠会，我要退出。他说也不是不可以啦，其中10%要加入，要转入新平台文气通，就发现这个文气通竟然是他们的，也是官方国有相关的平台所以他们坏到什么样的程度？你第一波已经骗了我这么多钱，对，你还想再骗我第二波，对，你要再割第二次的韭菜。是，而且我跟你讲，他们这些人是怎么样被骗的？就是说，他当时就挂保证嘛，他直接跟你挂保证，他说你的年化收益率高达200%，然后呢，他就跟你讲说，而且我告诉你我们这个平台是由政府有监管的呢，政府持股还来34%，你政府持股34%，你又有这个监管，甚至你台下坐的又是公安的人，所以嘛，多少人他就说，这些人真的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他说我们是在这些保证之下，我才真的加入的。他的包括现在目前为止有上万个商行，也就是不管买方不管卖方在这里成交的，至少就是说整个加起来有数万的一个所谓的参与者。那现在不是只有买方被坑啊，连卖方也被坑啊，所以大家会心想，这卖方怎么被坑？我们再好好跟你讲。然后我先讲到买方，对不对？他不是说吗？你10%被弄到那个所谓的文气通之外，剩下的90%，这个我告诉他说你剩下90%，你要钱是没有啦，可是你可以换商品，什么商品呢？像比如说你有580块人民币，我就给你换30颗鸡蛋。这个鸡蛋有多贵啊？你是金鸡生的金鸡蛋吗？你是孔金的吗？你外面是怎么样镀金的吗？怎么可能580块人民币换30颗鸡蛋？
摆明了什么？我就是坑你。那现在来了，为什么他敢摆明坑你？因为我们刚刚讲了嘛，连地方政府都有持股啊，所以这个人告诉你什么？我非法吸金600亿，对不对？我非法吸金20亿美金，对不对？我告诉你，你地方政府搞不好也有参股31%，所以其中有70-80亿被200亿是被地方政府给 A 走的。所以这根本不是一个老鼠会。我就想说的是老鼠会是割韭菜，没有，它上面还有更大的是它的官方在割人民的韭菜。现在就是官方作为后盾，努力来非法吸金吸人民的金哦。所以你看到他们就说这个数派易购啊，它曾经是被他们临沂罗庄区的数字经济重点的项目没有看到。官方授予其数据资产3权证书，包括持有权、加工权跟经营权，获得官方的这个政策的扶植、税收的优惠、土地的供给啊，还包括地方政府、高校、临沂大学，连大学都参与一咖，然后说数字产业园区。我跟你讲啦，然后结果都是假的，都是骗人的。对，你现在所有的该有的，所有该确认的，所有我们人民可以信赖大学啦，可以信赖的政府啦，可以信赖的公安啦，全部参与咖。所以大家心想说，这些人死的还真的不冤，因为为什么？因为后面真的是巴库非常的势力很雄厚。那现在大家来拆解他，你知道他怎么玩吗？我跟你讲，他真的是非常的复杂，而且他是买卖双方都 A 啊，比如说抢拍模式，他现在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我现在比如说我姚惠珍把我这个用过的这一个保温瓶，我放在这边开始拍卖起拍。好，你看很多人因为比如说我毕竟也是一个我们关键时刻的班花嘛哈，那个很多人要来抢拍啊，对，提供哈，那很多人要抢拍啊，你要抢拍对不对？你要先缴一笔钱，比如说你要缴1000块人民币。你要缴1000块人民币之后，你才有那个资格来喊拍哦，然后就开始1000、2000、3000、4000，就到最后10万人民币拍出去了哦，恭喜你，恭喜！之后你不是拿走，你可以再丢回来这个平台哦，比如说姚惠珍我亲自在提我的墨宝哦，我画了一只鸡在里面，然后就变成哇再来拍，它就变成15万了，它就变15万起拍，然后就开始就吓死人了，可以这样搞的，你知道吗？他就说，所以到最后平台会根据拍出来的，然后就变成是拍的那一方啦，第一个丢出来拍的啦，比如说我本人，再加上第一个得拍的啦，然后再加上第二个合拍，所以为什么说是老鼠会？从头到尾就是个不用钱的，或者是10块钱的一个保温瓶，就这样到最后就这样吹出了一整个大泡泡，所以这就是一个让人家觉得非常可怕的地方哦。那它的相关的资讯，你看到下面消费者完全的这个相关技术之后，20%的共享分润的一个货款哦，然后呢，怎么店主可以拿去啦？还有包括区县代理服务商，甚至都还有一个所谓的技术服务费。所以啊，最傻的就是看好，而且他刚刚我不是提到吗？他保证收益1年是200%。对所以你就觉得温坦了哦，所有人都傻傻的信了，大家都觉得我现在缺钱。所以大家都有赚钱，又有这么多人保证，我钱都投进去了。所以呢，我跟你讲，我觉得我们台湾也很多人被骗嘛，但是我觉得这个中国更恶劣的一件事情是，参与诈骗一环的，事实上还有官方的角色。所以到最后最可怜的就是谁？就是本来已经没有多少资产的这些老百姓，只是为了要更好的生活，没想到把自己的下半辈子都给赔进去了。建明，我们刚刚特别讲现在中国卷，那也就算了。今天卷之外，你的经济也是烂透了。这种老鼠会骗了多少钱？而且还是这种所谓的官方也跟着一起割。现在什么？现在国际上面大家都在讲一件事情：你中国卷你就算了，你给我们的东西，你中国货也太烂了吧？你看到孟加拉的空军一架 F7，就所谓的歼7，前阵子不是坠毁吗？坠毁之后发现，这个还能开还能用吗？对，其实前天下午1点多的时候呢，位于这个孟加拉首都达卡的附近有一个这个乌托拉的这个地区，它那边有一个里程碑学院，就里面有很多的是师生，当时正在准备上课以及考试当中。可是你看，突然燃起熊熊大火，所有的人还有包括救难的人员啊，很快抵达了现场之后呢，赶快进行抢救啊，因为这一起事件造成了100多个人受伤，其中有30几个人死亡。对，那100多人受伤，所以50多个人严重烧伤住院。这是什么事情发生呢？原来是孟加拉空军的一架 F7BGI 型的这个轻型的战斗机啊，它竟然在那边不知道是人为因素呢，还是机械因素呢，还是其他的这个原因，突然失控坠毁。虽然据说飞行员
他在坠毁之前想要避开这个人潮这个人口稠密区啊，想要尽量避开市区，但是很不幸的，还竟撞上了学校的这个校舍大楼。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个坠毁起火之后呢，造成很多人死伤，那个画面是非常的这个恐怖。结果一查呢，才发现说孟加拉空军使用的战斗机是中国变异型的外销的这个歼7型的 F7，分成 BGI 跟 NG 型的2种。他们其实从上个世纪80年代就一直在跟中国的进口，然后开始跟中国购买。那后来到了2011年，又再跟他买16架，2012年陆续交机。你现在看到这种，就是我们一般称为歼7型的，它是一种轻型的这个战斗机，它呢时速可以达到2马赫，它是从这个机手开始进气，属于单座单发动机的一个这个战斗机。现在中国几乎虽然还有100多架，但是几乎已经不再担负第一线的这个空防任务，而是把它转做有点教练机啊，几乎已经面临汰除的这个边缘，生产线都关了。结果没想到孟加拉空军还在用，那用了就算了，这个竟然出事了，所以现在也下令他的这个同型机啊也进行这个停飞了。对，而且现在呢，大家就讲说，你用中国的这个产品，怎么会出了这个状况呢？而且你刚刚讲这个歼7这是他之前模仿俄罗斯的歼7，就是米格21，米格21。好，米格21完之后，你等于是一个模仿品，你是一个山寨品。结果你现在呢，就有更多的讯息出来，你现在连无人机你也要搞山寨，谁敢信啊？是的。现在就是看到了这个中国其实有一款新型的 VTOL， 就是新型垂直起降无人机。你看到它这个尾部是有一个这个发动的风扇，然后呢，它就有简单的4个支架，但是很坚固，可以让它做一个支撑。它的翼展大概2.8公尺，然后呢，它高的跟大概1.8左右。那这一款呢，跟之前美国的一家护盾 AI 科技公司他们所生产的 V-Bot 无人机啊，垂直起降型的，实在太像了吧？而且人家的 V-Bot 是比中国现在公布的这一款新型的垂直起降无人机啊，似乎比它大1号，又是山寨的。对，它只比较小一点。它这个原来是翼展可以达到3.6到3.8公尺，高呢可以到也是超过3公尺，所以比中国版的这个 VTOL 啊还稍微大了1号。那大家就讲说，你这要不是跟他致敬呢，要不是就是山寨他啊。可是你山寨的话，技术怎么来？怎么弄得太像了吧？只是小一点点，那难不成你是技术又是像美方一直多年来指控中国，又是窃取他们的这个东西吗？又在偷？可能中国会否认说，这不是他们自己研发的，好，没关系，这是他们的说法。但是呢，为什么说不排除可能会有窃取的状况？就是因为怎么样？因为最近美国 FBI 联邦调查，他们不是没有动作，他们一直在怀疑，也一直在抓，真的抓到了这个谁？你看到这个姓龚的龚成光，他是拥有双重国籍，中国籍跟美国籍。本来他是一个中国的这个华籍的这个人民后来到了这个美国，他是在2011年、12年左右规划为美国籍但是呢，你规划没有关系，安分守己，但是不是？他现在被 FBI 抓到了，他在美国洛杉矶这个2023年的时候呢，他在1月份加入了一个公司，4月份被公司抓到了，窃取公司很多的这个机密情报。他说，美国司法部表示，将超过3600个档案转成了个人装置。龚成光在加州中的地方法院指控窃取商业机密认罪，最重10年。结果像你刚刚讲，他原本是美国公民结果怎么样？结果他竟然去参加了中国的人才计划。人才计划之后，他无所不知，他无所不分享，通通都跟你讲。这个千人计划就是刚刚你讲人才计划，大概是在2014年的时候他就加入，可是当时他还没有去这一家洛杉矶的公司上班，他在这个达拉斯的一家科技公司。然后呢，当时他就开始跟中国的很多的这个他的军方还有科研单位，就说他可以提供相关的资料。其中呢，他递交了一份商业计划书，里面有很多高科技复刻美国公司生产的一款高性能魔术转换器。他在里面还甚至贴心的注明说，这玩意儿直接决定雷达系统的精度和探测距离，对导弹的导航至关重要。哇，还可以告诉他们这个对雷达系统的探测和精度是很重要的。这句话吓死了，他直接注明雷达系统。别忘了你看他下载多份蓝图里面有核弹发射追踪弹道飞弹极音速飞弹这些都是非常高科技的这个一些主要的机密的这个它的一个元件和它的技术。
那他下载的这些档案呢，是从哪些公司？虽然美国媒体在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并没有提到这个是哪一家的军火公司，但是从它的涉及的这个高科技跟美国国防部的合作，一般有的美国媒体有人指向说，会不会是洛马公司？真的假的？洛马公司的话，那损失可大了。根据 FBI 推断啊，他让洛马公司损失了至少400万美元啊！你想想看，就超过这个1亿多台币了。所以你刚刚讲的是飞弹的这个导弹，它有的是包括在人造卫星太空系统上的这个红外线感测，可以侦测到核弹发射跟导弹、巡弋飞弹的发射，还有战斗机的这个，尤其是对于这个低可观测度的目标，比如说逆中战机，对，比如说无人机，比如说可以规避雷达追踪的一个巡弋飞弹呢，它这些侦测技术 sensor 感测器，它就是在负责这个设计跟验证的工程师。结果没有想到，他把这些技术全部都窃取下来，放到他加州的这个千橡市的加州 ，FBI 上门的时候把这些档案抄出来，3600件。1000多件已经传回去中国了，1000多件还在家里面。然后美国那个 FBI 就吓出一身冷汗，天哪，这些东西都是美国国防高度机密有关的技术，如果全部流出去的话，那还得了？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